假如Mix Fold 3还没发布，需要你在 Fold 2的基础上让你选择进化方向，你会选择在原来的配置基础上变得更轻薄，更接近直屏的重量，还是重量差不多，但是变得更加全能可以走一波弹幕。显然，这次小米选择了更全能这个方向，那么更全能之后，是不是就代表着更好用呢？大家关心的MIUI Fold 进步了多少？那么一起来看一下视频。Fold 3镜头模组布局从一大两小变成了4个聚合在一起，内部呢用线条分割，盖板呢从磨砂金属变成了亮面陶瓷。虽然说日常使用很少会碰到顶部这部分可一旦碰到了，还是很容易留下指纹印记和灰尘的。镜头周围有轻微的隆起，视觉上没有Fold 2那么激突了。从镜头模组设计上来说，我觉得Fold 3对于Fold 2观感上是有些倒退的，元素呢更加复杂，不过后盖的材质比较惊艳，玻璃后盖呢做成了素皮材质，乍一看乍一摸还以为是素皮，但仔细感受呢还是大家都爱的冰冰的感觉。相比常规 AG 玻璃，看起来呢质感更好，摩擦力呢也更大，也不会存在素皮不耐用的情况，兼顾了两种材质的优点。外屏相比上一代边框控制的更好，屏幕比例和居中挖孔呢都没有变化，但是这一次内屏多加了一颗前置镜头，这部分呢估计是有人喜欢有人忧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外屏已经有一颗痣了，能不能放过里面这块大屏呢？Mix 系列不是追求全面屏吗？当然也有人会说内屏更大，有摄像头的话，视频通话、会议观感呢会更好，涉及到人脸验证也不需要重新开合更何况在左上角不太影响颜值，看视频呢也会沉浸在黑边区域。这里呢，大家也可以在弹幕里面说一说，你觉得内屏这颗摄像头是该加还是不该加呢？今年很多折叠屏呢都在往轻薄这个方向发展。Mix Fold 3算上官方自带贴膜呢是268克，和官网数据差距呢还是有点大的。对比Fold 2没有更轻薄还不算，关键是手感还退步了。左侧背板和中框铰链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台阶，后盖边缘部分呢会有些割手。屏幕右侧中框呢则是变成了垂直设计，在重量没有改善的情况下，握持手感从上一代圆润变成了割手。当然，折叠屏手架一般来说大家都是会带套使用的，随机附赠的保护壳呢是素皮材质，戴上之后就完全不存在割手问题了。镜头下方呢还有支架，超过一定角度之后可以悬停。另外还有一个带不干胶的外屏保护框架，增强抗跌落能力。不过这个框架壳上下呢都高出屏幕一截全屏手势操作的时候还是会有点挡手折叠状态下，侧边的按键呢也不如没带壳时顺手一侧呢会高出许多。此时整机重量呢来到了295克，机身下半部分厚度呢将近1.3厘米。所以如果你对折叠屏的重量手感比较敏感，那么这一代我觉得依然是不能满足你的。建议大家在购买之前还是要去线下体验店好好掂量一下。得益于铰链升级，这一次内屏的折痕控制的不错，摸起来从上一代的3段凹陷变成了1段凹陷，视觉上看起来更加平整。只有在纯色界面正对光源呢才会看到，整个开合过程也紧了很多，甚至刚掰开那一下还得稍稍用点力。上一代是不支持悬停的，而Fold 3呢几乎是任意角度都能实现悬停，也带来了更多的玩法。比如说在没有支架的情况下，可以在悬停状态下自拍这个时候上半屏呢是完整的取景框，按键功能都跑到了下半屏，左侧呢还有更大的照片预览区域，看视频或者说打视频电话也能够悬停起来使用。不过折叠屏折叠起来看视频其实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这种场景肯定还是展开之后用大屏加支架看。Fold 3外屏呢是21:9 6.65英寸，分辨率呢是2520×1080，内屏相比常规4:3呢更方一些，大概是4:3.56， 8.03英寸2160×1916，内钻排折算之后呢 PPI 分别是341和294。屏幕亮度方面，6个区块分别是1191尼特和1283尼特。激发亮度设定上，外屏更加激进些，2万 lux 分别是938尼特和783尼特，5万 lux 分别是1090尼特和939尼特。默认的专业原色模式色准都在 2.3， 生动模式呢则是 3.7。校色上来说中规中矩，色准这块综合表现对比很多标准模式可以做到1左右的机型来说要逊色一些。这一次Fold 3无论是内屏还是外屏，可视角度表现都不太理想，倾斜45度左右都会出现局部偏蓝绿，而且某些角度下又会出现一些轻微的泛红只能说这2年三星屏幕在可视角度这一块显然是不如国产屏做得好的。调光方面，内屏呢是全亮度480赫兹低频 PWM 调光，随着亮度降低，占空比呢也会明显变低，低亮度频闪呢还是比较明显的。
外屏呢是100尼特以上是类 DC 调光，100尼特以下呢是480赫兹低频 PWM 调光。开发者选项里面有一个低频闪选项，开启之后呢，低亮度下的占空比会明显提高一些，对比默认频闪会好许多，但是不如类 DC。这2年MIUI 4 Pad 一言难尽那么 Fold 的体验会不会更好呢？作为折叠屏来说，分屏呢肯定是要比直板机更加常用的，但是在MIUI Fold 上并不支持上下分屏，只支持左右分屏。分屏之后的 UI 还是平板上那个问题，中间和底部有2个大黑条，上下呢是天圆地方。问题是在折叠屏上根本不支持调整左右分屏比例，中间整这么粗一个黑条是干啥呢？底部 Dock 栏最近使用的应用动画轨迹呢也不太舒服。从 Dock 栏点击打开时，启动轨迹呢是从底部开始的，但是返回桌面轨迹就直接到桌面图标上去了。如果说当前桌面没有这个图标，那么返回轨迹呢也会消失，稍微滑动快一点点动画就有一种一闪而过的感觉。对于折叠屏来说软件体验想要出色，理想的解决方案呢肯定是应用对大屏做适配。目前体验比较完善的是视频软件比如说腾讯视频、爱奇艺这些，用外屏打开呢就是正常的信息流，展开之后的布局也能够完美利用这块大屏。还有呢就是地图类软件，在折叠屏上的体验呢也相当不错，但其他应用的日常体验就参差不齐了。社交软件中小红书首页信息流的布局合理，可以双指缩放如果说打开屏视窗，单击图文之后会同时显示2个竖屏页面。再来看一下雷总在发布会上吹的银行应用适配情况，3款已经适配的银行应用呢体验不错但是没有吹的银行呢是一个都没适配，农行、建行、浦发呢都是大字报，中国银行界面呢是暴力拉升，而且这些发布会 PPT 上没有吹的银行应用，连最基本的平行视窗呢都没有适配，内屏状态下几乎是不可用状态只能用外屏。所以有没有可能MIUI软件工程师是知道雷总日常使用基本是这3家银行的卡？购物软件呢，向来也是大屏设备的灾难。别谈安卓设备了，就是 iPad 上的京东也是非常吓人。小米的解决方案呢是适配平行视窗打开之后直接显示2个层级的页面，但 UI 界面呢还是老毛病底部显示存在一个大黑条，界面呢还是天圆地方。系统设置中，小米呢还贴心的把没适配平行视窗的应用列出来了。那是不是没有适配的体验一定就更差呢？还真不一定。目前安卓原生呢已经是引入了平行视窗功能，就拿酷安来说，体验呢竟然要比小米自己适配的平行视窗好很多。不但底部小横条正常沉浸了，没有天圆地方的尴尬 UI， 你还能通过中间这个分割条选择关闭左边或者右边的页面，随时呢在全屏和平行视窗2种模式中切换。所以这送上门的标准答案，为啥不好好抄一下呢？当然，还有许多信息流应用呢是完全没有适配的比如说飞猪，虽然说也有自带类似于平行视窗的效果，但是底部的 UI 界面会显示重点，还有诸如很多新闻类 App 只能显示大屏状态。当然，现在各家折叠屏呢都是处于软件生态补足阶段没有哪家呢是真正做到十全十美的。但结合我们之前对于 Mate X S2 的体验来说，MIUI Fold的差距呢确实比较大就不谈啥大屏应用适配数量，就最基础的系统动效、平行视窗 UI 界面美观性、适配数量上都有待进步。作为万元折叠机来说，如果你比较注重软件体验，那么呢还是建议现阶段继续观望。Mix Fold 3搭载的是8 Gen 2领先版，日常性能调度和8 Gen 2普通版呢是没啥区别。用 Geekbench Mark 6测试，单核呢是1700加，多核呢是4700加。日常 CPU 调度上来说，基本和 K60 Pro 呢是差不多的，支持先进的高刷自定义功能，应用内的流畅度表现不错，没啥毛病。游戏方面，我们测试过程中用的是外屏，原神虚拟地图跑图测试20分钟，平均呢是55.6帧，整机功耗呢是5.5瓦，机身最高呢是45.8度左右。全程帧率稳定性呢是不太好，在8 Gen 2机型中表现呢是一般般。崩坏星穹铁道星海中枢跑图20分钟，平均呢是43.6帧，整机功耗呢是5.5瓦，机身最高呢是44.4度，功耗温度都不高，但是帧率曲线相当的极限稳帧。后半呢基本是锁到了35帧，差不多就是一个8加的水平。虽然说官网宣传页里面特地吹了散热配置但可能是内部机械结构较多，堆叠比较紧凑的关系，折叠屏的散热效率跟堆料猛的直板机相比还是没法比。影像方面是这一次 Mix Fold 3主打卖点，一颗直立长焦，一颗潜望长焦。硬件上相比 Mate X3呢都要更强焦段设定还看齐了小米13 Ultra， 不过受限于体积，实际传感器尺寸和13 Ultra 呢还是比不了的。主摄是 IMX800加光学防抖，两颗长焦传感器是三星 S5K3K1 3.75分之英寸，光圈呢分别是 f2.0 和 f2.9。这些呢放在常规旗舰上谈不上啥亮点，但是对于折叠屏手机来说给2颗长焦已经是相当难得了。
小米13 Ultra 主摄传感器面积要比 Fold 3呢大很多，但白天大多数场景下，其实差距呢并不明显。部分场景 Fold 3整体曝光呢偏暗一些啊，色彩风格上两者呢是比较接近的。正常城市夜景下 ，Fold 3细节和纯净度对比 Fold 2呢都好了很多，但是和小米13 Ultra 相比依然有差距，尤其是弱光场景下的暗部画质，大底主摄在这个时候优势呢就会比较明显。另外呢，就是同样2倍变焦，13 Ultra 基于 IMX989高像素裁切会比 IMX800呢强许多。长焦方面，虽然说 Fold 3底更小，但是光线良好的情况下，无论是3.2倍还是5倍，对比13 Ultra 成像风格观感呢依然是非常接近。放大看解析力，并没有呢因为底小一些而被拉开多少差距。到了暗光场景，大底传感器的优势呢肯定还是有的。这组3.2倍变焦 ，Fold 3长焦噪点更多些，Fold 2呢这个场景基本可以退赛了。超广角方面，13 Ultra 视野更广，并且呢支持自动对焦，Fold 3细节表现呢明显好于 Fold 2，但是弱于小米13 Ultra。所以啊，在大部分环境下，Fold 3的后置拍照体验和成像效果已经有小米13 Ultra 7-8成功力了，并且成像风格呢接近啊，差距主要还是高倍率变焦以及夜景画质。比如说5倍以上的10倍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当然，如果平时不放大看，或者说发朋友圈的话，影像表现呢不用担心。在手机的外围规格里面啊，我觉得折叠屏手机的扬声器还是挺重要的啊。Fold 3对称式扬声器位置呢没啥问题，横过来握持呢不会遮挡。但实际的外放表现相比上一代是没啥进步，对比直板机呢也没体现出啥优势。我觉得对于强调影音体验的折叠屏来说，我们也有理由对外放提出更高的要求。指纹呢还是电源2合1，但摸起来键程呢会更短些，不如Fold 2圆润的按键啊摸起来舒服。马达方面搭载的是超薄0815，正感呢介于0809和小米13 Ultra 1010之间啊，对比上一代呢是有进步的。数据接口方面，这一次也是用了 USB 3.2协议啊，不过呢，折叠屏好像充电功率都比较保守。Mix Fold 3还是祖传的67瓦，实测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7.8瓦时，完整充满耗时47分钟。上代缺失的无线充电遗憾，这一代也是得到了补足啊，可以随手补电。续航方面，测试项目中视频呢都是用大屏模式播放，其他信息流、游戏呢都是用外屏。双卡5G 最终亮屏续航成绩呢是6小时30分，续航表现啊比预期呢要强些。总的来说啊 ，Mix Fold 3确实是一台配置全面的大折叠，尤其是影像这一块，在折叠屏领域很出色。整机质感不错，铰链手感呢有很大提升，折痕控制呢也很到位。硬件这一块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但是从大米个人角度来说，我依然是很难把这台折叠屏啊作为主力机使用。手感这一块相比上一代是倒退了，边缘呢更加割手，不太适合裸机握持。带上官方自带手机壳之后，割手问题呢确实没了啊，但是重量呢又来到了295克。这个厚度重量啊，如果是折叠状态下日常使用还是很难受的。展开状态下倒是没啥问题，重量分摊呢更加均匀，而且大多数时候呢是用双手来握持的。当然，对于小米的大屏设备来说啊，我觉得无论是MIUI Pad 还是 Fold，进步呢是有的，但问题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平行视窗的 UI 界面贴圆地方啊，底部大黑条，分屏模式呢中间大黑条，这些在平板上啊其实已经是摆烂已久了。但你万元级别的 Fold 3还是这个样啊，就真的说不过去了。另外，平行视窗依然是上下层级的关系，无法左右页面各看各的。大屏显示的系统动画呢，也是需要优化改进。对于折叠屏来说，只有做好了大屏的软件适配优化啊，那么展开之后，相比常规直屏才会有更好的体验。软件没到位，在绝大多数场景下，依然是不如常规直屏旗舰加上小尺寸平板这套组合呢用的舒服。那么你会考虑买这样一台折叠屏手机作为主力机吗？啊，可以走一波弹幕，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观点。OK， 那么以上就是这款 Mix Fold 3的体验。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赞加关注，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壳膜。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